大家熟悉的怡如来为您服务。怡如你好。 平静，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哇，怡如，那这场比赛，我想大家很期待啊，两支强权总算在本季首度的碰头。不知道怡如怎么看台北精华跟西北中鲜双强的对决？因为其实两支球队都是传统的球队，那据我们所知，其实台北精华就是如同大家脑海中，他们就是打一个快速的球风，然后防守非常的粘着。那新北中鲜这边呢，他们就是在拦网上面，就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的优势。那其实两队呢。当然，因为两队还有补强这一些外援啊，还有一些新生进来，所以每一季一开始都是在整个队形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所以我们通常在比赛的时候都会先看第一局，因为每周比赛的选手状况都会不太一样，所以开局的时候就有一点试探的意味，想知道说，哎，今天选手的状况怎么样啊？弹跳高度怎么样啊？那你打的什么战术，都会在第一局的时候慢慢的去做摸索跟收集。 对，那虽然彼此是非常熟悉啊，不过如同怡如讲的，其实每一季球员都有一些变动，那势必也会牵动教练团如何来运用那整个战术的一个调整。那当然，已经来到了这个上半季的后半段，我相信，各自这个情搜或者是观察这个录影带已经做得非常的确实啊。但是有时候比赛是这个滚动式的调整啊，打了才知道哪一位选手的状况比较好，或者是当天谁能够跳出来成为关键球员，就是比了才能够见分晓。没错。 那画面上看到的是西北中鲜的部分。那当然，今年呢，西北中鲜在前面的比赛，他们获胜呢都是面对到毅力营造啊，所以在4胜当中呢，全部都是从毅力营造的手中拿下来的。 好，今天在这场比赛的1彩李冠威，2彩是徐维友。2位司线员分别是李燕瑜跟陈婷珍。 那西北中鲜呢，在上一次的初赛呢，是在11月24号，当时面对台电呢是0-3落败。审判委员郭茂全先生来自高雄市。画面上看到的是今天的审判委员跟技术委员，郭茂全跟张荣元。在台北精华的部分呢，他们上一次出赛呢是在11月17号，那一场比赛最终是3-0击败了毅力营造。 好，来看一下双方的球员进场。6号翁子瑜，9号张可慧，17号刘双林，19号刘美金，自由球员22号李怡轩，执行教练邓妍敏小姐，教练张芷萱小姐，教练詹永军先生，管理林淑和小姐。接着为您介绍的是新北中鲜队的先发阵容：2号张黎文，11号张一启，16号达令，19号陈庭汝，21号叶余文，99号蒂尔，自由球员29号林其荣，执行教练张恩崇先生，教练简佳慧小姐，管理周文婷小姐。 好，看完双方的球员介绍，本场比赛马上要展开。首先来看一下台北精华的先发名单，包括了4号的丽蓉1号的梁代，19号的美金，9号的可慧，17号的双林，6号的子云。2位自由球员分别是施晴以及怡轩。在新北中鲜的部分呢，包括举球员庭如，在11号是一起，21号余文，2号的黎文，16号的 Darin， 99号的 Jasper。2位自由球员分别是祁荣以及燕珍。 好，这一场精华跟中鲜的双强对决马上就要展开。
那当然，在金华这一边呢，双林呢目前在得分榜上是排在第5啊，美金排在第6，而在中线的部分呢，黎文排在第8。一开始的接发球没处理好，只能先过渡过去了。金华的机会做掩护，第一波被守住。开网的进攻还有，可慧再垫高，吊球，直接拔，再一个余耀的救球。哇，这一球最后落在界内，双方的第1分啊，就打得你来我往啊。这就是女子比赛啊，它的一个特色跟好看的地方之一。刚刚我们看到 Darin 的一个余耀救球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好，一起的发球，哇，可惜发球失误，1比1。杨代的发球，一边发球挂网，另外一边发球过长。轮到阿宝的发球，2比1。阿宝目前在得分榜上是排在第16位。发球有破坏，中前的机会，轻轻一波，搭配是没有搭配好。那其实我们通常在拦网，如果是遇到这种判断到对方搭配没有搭配好的话，其实我们在拦网的时间上就不用这么早跳，甚至不用跳也没有关系。我们觉得可以，观察到之后我们退下来就可以准备守小球。好，可慧那打点，可慧在今年的比赛啊，单场最多曾经拿下过21分啊，在10月26号面对毅力。美金的发球。美金今年来到了金华，单场最多拿下24分了，面对台电可惜这一球偏了。李稳，守住第一波，哇！可惜，举球员在跟中间手的沟通上啊是没有这么的准确哦。Darin 的斜线直接压。这球往上球，来看一下双李。使用者是一个距离差好，用一个单脚背飞把中间手引到2号位置之后呢，再一个平快球拉开。没接好，现在利用发球得分了，追到了5比5。还是要少一起啊！哇，没办法。再看这一波的快攻啊，贝飞
角度太大，出了界外。持续由 Jasper 来发球，7比5。啊，出球！啊，中前这边的前排球员啊，都在第一时间没有去注意到哦。刚刚立荣啊，直接做进攻啊，拿下了分数，6比7。子明的发球，长了。直接做长攻给梁代。梁代这一颗，你可以看到他整个助跑的加速度啊是非常足够的哦。好，一起的进攻，最后是 touch out。西北中间还是维持微幅的领先呢，目前9比7，一起等级拿了84分呢。在前发球不理想的情况之下，直接被阿宝啊在网上拿下了分数。所以现在场边喊出了暂停，暂时由西北中间呢10比7，3分领先的台北精华。好，暂停回来，持续由新北中先来发球。打快攻，好球，交给美金。这个 B 快完全躲过了拦网的攻。然后起跳的时间是非常快，他是跳在空中去等那一颗球，所以他的打点高度没有那么快，可是他出手速度非常的快。 金华守住第一波，从后排来一个，可惜打在了网袋上啊，梁代。这时候再把 Jasper 给换上来，是1比8。防守好球，达瑞。 叼一个，还有金华后排做进攻。李文打了一个 touch out。好，先来看一下双林的救球啊。接着是黎文利用进攻 touch out 拿下分数。 小牛教练当然，很快的在喊出了暂停，现在是8比12，4分落后给西北中先。
暂停回来，持续由阿宝来发球，4分差的比赛。找到了后场的空档啊，可慧打点。可慧在起跳的时候呢，他也已经知道，在中线这边呢，阿宝他守的是一个从小球的位置哦，所以在5号位置的长线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空档。垫高，啊，这是在界内，又是黎文学姐。没有接好的情况之下呢，直接被中间网上球再拿下分数，是4比9了。哇，双赢来了，已经蓄势待发，在启动了。直线留给双林的也是非常大的空间哦，让他可以来做一个强力的出手。可慧发球，金华守住，后排来一个，金华机会球还是交给双林，啊，有触网。所以金华再添1分。那现在反倒是新北中先喊了暂停了，虽然目前是14比11，3分领先。教练也是非常的谨慎哦。对。原本的5分差被追到3分差之后呢，马上先喊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11比14，还是可慧的发球。垫高来看一起的进攻，哇，再救回来，还有，这是中间的chance ball。再守住，哇！结果已经落地了。最后轻轻一点呢。这个球应该祁荣他已经判断到，然后他已经往前移动，但是他的队友们没有来帮他做一个空档的部位。又是金华的机会，有该把握住的都有拿下分数。那再暂停回来，台北金华持续的追分了，双方剩下1分的差距了。交给了子怡。好，这时候张轩上来，一起下来休息。反运的进攻第一波被守住，黎文后排。哇，这一次双林的进攻呢被中先给拦下来。
双林这颗球其实他打的修正攻是稍微比较开网一点哦。那他如果在比较开网状况下，他如果想要把球点压低的话，那他面对到的中间手又是比较有高度的，所以被拦回的几率当然就会比较高。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这颗球金华这名球员没有去帮他做第二波的一个 cover 啊。哇 ，Jasper 身高有182公分哦。哇，这球弹网进了，还有，哇！来看一下两代，抱歉是紫云啊。台北金华请求替补4号下15号许恒云胜。好，何云上来了。 9号下8号陈家曼胜。那另外加曼也上来。比数来到15比14，双方只有1分差。一起的斜线进攻啊，可惜没办法垫高啊，直接出了界外。16比14。 中间在分数上面还是没有让金华给追上。哦，发在边边角角的位置，结果落在界内。这个球感觉应该不是不小心的，应该是真的有刻意想要去发那个长角哦，因为在前几场比赛的时候 ，Jasper 其实也蛮多这样压角线的球。我再来。 手起，再交给一起的进攻。哇，中间在第一局，现在攻守上面呢都有收获啊。台北金华请求替补1号下20号池长全胜。好，池长全上来，把梁代给换下去休息。 又发在这个死角的位置，是压边角。嗯。好，一起直线，又是在界内，而且应该有碰到球，没有问题。中间再添1分，19比14。好，场边提出了挑战。挑战项目是拦网触球。 在挑战的时间点呢，当然两边的教练团呢，再给球员一点点提醒。其实也因为这个挑战系统的加入之后啊，改变了整个比赛的一个中间的节奏，甚至现在已经演进到，教练可以使用这个挑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当做是一个比赛中间调解的一种方式啊，它也是一个战略之一了。 所以台北金华队要挑战的是界外球。所以是挑战界内界外，而不是挑战有没有触球。这一球是压线，金华挑战失败。但这是策略性的挑战呢。
目前又守住之后，后排李文，轮到金华也来后排一个啊，但是打在了网带上了。一度追到1分差的台北金华，现在是落后6分。Jasper 还是发他拿手的死角位置，吊球守住，变高来看一起这一波的进攻斜线，还有轮到金华啊，没办法，用吊球。 虽然有拨到啊，但是后头没有卡把的情况之下，还是落地。而且长拳这颗球，它不是起跳之后就马上做吊球，它是先有一个强攻的假动作，然后到最后一拍的时候，他才去转换节奏做虚攻球。哇，李文这一次的后排啊，双人拦网啊，完全没有办法这个碰到球。21比15。好，快攻守住。啊，这次一起的进攻呢，则是被台北金华给拦了下来。哦，是许恒云。 恒云的起跳时间呢，也抓得非常好，他是等到一起已经挥臂了之后，他才去做起跳的动作，所以会让一起去误认以为直线啊是没有人拦网的。丽蓉跟可慧上来，好，再给一起直线减内。 哦，直线看得非常精准啊，只有1颗球的这个空间呐、有威力的发球，来看贝贝的快攻，有。长选的发球，目前17比22。金华直接吊球被守住。哇，齐勇好球！ 又拦住，还有，现在是中间的 chance ball， 黎文再救回来，双方都展现了防守的韧性，可慧的进攻也被一起给守住。哇，双方前仆后继啊，还有可慧落在界内，精彩的来回波啊！ 两边都没有放弃啊！最后可慧啊打在长线的位置啊，这个空档掌握住了。没接好，还是打。哇！这次完全拦住了可慧的进攻。 哇，起跳的时间点抓得很好，是阿宝，他刚好就是左边横移过来之后呢，他去做了一个起跳的时间，然后有并到这个中洞，所以这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拦网。啊，没办法，救不回来，黎文。
快攻守住。启用垫高，再交给黎文。金华的机会，可会走直线，但是在界外。好，小牛教练比出挑战的手势。小宝宝上镜头了，哇，超级可爱。好，两边的啦啦队，来现场的观众真的很幸福哦。好，来看一下重播的镜头。好，台北精华挑战失败。那在第一局，现在当然是由中线呢取得不错的优势啊。24-19，中间出现了5个局点。黎文的发球，哇，这个斜线，哇，可慧打得相当的刁钻呢。是，那因为可慧刚刚呢，他都是从这个2号位置来做一个背号巴库的一个进攻。那他这个时候呢，去做一个转换，他从2号位置切到3号位置，去争取更多的空间可以来出手。啊，最后还是由达瑞拿下了关键的分数，在第一局最终是由金北中先以25-20拿下，目前暂时1-0领先了台北精华。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core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core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
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a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ot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欢迎再回到台北精华跟新北中仙之战，在第一局最终是由中仙25-20拿下，但在第一局数据上看来差距最多的还是新北中仙呢，利用对方失误拿了7分，而台北精华只拿2分。那整个攻击率的部分呢，还是由台北精华略胜一筹啊。不过在第一局新北中仙呢也利用拦网拿了3分啊，所以对于精华来讲，第一局的失误过多也是他们丢掉的关键。那在双方的进攻部分呢，精华呢可会拿了4分，双林拿了4分，利用拿2分。而在中线的部分呢，一起5分，黎文4分，而 Jasper 呢是拿下了3分。第二局的比赛开始，由平汝先来发球。哦，还有哇，中间有韧性的防守，落到了界外，所以我们看到可慧啊往中走啊。就是在女子组的比赛，我们常常会看到，教练会在每一局的时候会运用不一样的策略跟战略去寻求得分的手段。因为女子组的比赛不如男子组的比赛，男生可能在身体素质上他能够有非常优异，那他只要需要他们的攻击战术，或许男生来讲的话，我只需要用到我的身高或是我的爆发力，那我不需要有太多复杂的战术。但是对于女子组来说，就要去发展出因应不同的一个比赛跟局间，他需要去发展出不同的策略跟战略，而且还要这个观察对方的队形。是，那这个相当考验到教练在每一场比赛前呢，都必须要做出准备。哦，这一个大角度呢，最后是落在了界内哦，好球。看一下双林，
进攻还是相当犀利。是，他这颗球呢是打球的半边哦，再加这个手腕的一个转向。啊，这球没有拦住。最后吞下去了。起跳的时候呢，是离网子的距离也太远了哦。2比2。掉一个，被守住。啊，这颗背飞是没有搭配好哈。突破，中间手起，这一波的进攻打点，可会带回来，双领还是硬打。台北精华，哇，这次的配合又没有做好。第一颗的时候是球太高了，那这一颗又是球太平了哦。不过我想，现在是第2局才刚开始而已，那相信要调整，一定都是还来得及的。好，最后是落在了界外，所以中线再添1分，现在是5比2。好，把加曼给换上来，利用下去休息。换一下举球，看看场上的状况。再垫高可慧，后排啊，完全被拦住了。双领还是硬打，这一次台北精华利用拦网还以颜色了。好，美金跟双领，两位都是有高度啊，也是在拦网非常有经验的选手。这次的搭配又差了一些。啊，虽然想要拦住黎文的吊球啊，不过最后是拨到了界外。那黎文其实从这个日本旅日回来之后，可以非常看到他整个攻击的手法变得非常的多元哦，不是只有强攻，那有虚攻，甚至是这一种技术性的这种波塔角的球。就从他从旅日回来之后，可以看到他整个攻击手法的多变性，还有他的进步真的是有目共睹的。连续2波台北精华的进攻都被守住，现在轮到中线来了，哇，直接突破！哇，在战术上的变化确实啊，西北中线现在是占了上风。那目前是8比3，在第2局持续给了台北精华压力啊。好，场边喊出了暂停。
暂停回来，持续由黎文的发球，8比3。中间第二波，中间在第2局啊，持续将比分给扩大。看到2位亚员呢，在本场比赛的状态是相当不错的。啊，这时候再把利用给换上来，加慢下去休息。啊，双林也下来。 那这时候把丽君给换上来，好打长了，有摸到吗？好，小刘教练比出挑战的手势。挑战项目是拦网速球。 哦，没有碰到，所以金华挑战失败。我金华包括第1局一直来到第2局，我这个挑战还没有办法成功啊。是，其实这一阵子金华这边在整个攻击的搭配上啊，是出了一些状况。但是我们可以再回推回去，其实他们在第1拍的接发球，目前就已经遇到蛮大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间现在的发球是一直不断的在压迫他们，而且都是发在他们的上半身哈，去压迫他们。那因为金华他们又是比较擅长打这种平快速度的球，那举球员有80%以上的球都要经过他的手。那当球一直接不进来的时候，那举球员又试着想要去送快速的球，对于他的稳定度也会受到影响。啊，刚刚在以武解说的过程呢，就发现金华确实在接发球的部分，现在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是，但是金华的自由权宜轩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球员。那我想他们应该是可以马上去慢慢的逐步去调整他们接发球的位置，慢慢的去调整接发球的品质。中间又守住了这一波，来看进攻，宜轩垫高，再做快攻，啊。 还是差了一些啊，是就蛮可惜的。从第2局开始，从接发球端一直接不进去的状况之下，进而去影响到举球员的出手节奏，然后又再进一步影响到攻击手的出手节奏，它就是环环相扣的。中间今天在防守上的韧性啊，即使小刘教练不断做阵容的调整，包括战术上面的变化，还是没有办法从中间手上拿下轻易的分数啊。已经被拉开10分差了。是，那当然，因为中签他们其实在整个长久赛季一直以来，他们主打的就是他们拦网上面的一个优势。那当发球有效破坏的时候，他们的拦网设定就能够更有效率的奏效。刚刚镜头也带到舒和啊，我相信这个状况大家都很想念，尤其是台北金华的球迷们，对，我很想念舒和，但因为舒和还在养伤的阶段呢。 啊，两边的发球都出现失误啊！玉文这一球也过长了。来看达瑞，可为后排打一个。好，宇轩带起来。 我泼到后场的空档，好球，杨蛋。当然，包括两代子云啊，这些在高中阶段啊都是非常好的攻击球员，但是毕竟来到了这个气派的舞台啊，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成长啊。
是，而且现在气排的舞台越来越多哦，外籍选手，我们很多国外优秀的选手都来台湾啊，来参加这个气排球联赛，所以其实整个强度跟水准都是一直在往上提升。不过台北金华呢，现在是连拿了2分哦，希望可以带动一下士气啊。来看一下可慧，这一次往直线做进攻了。比起这个磅数还是够重。Jasper 发球15比6。长了，落在界外。两代的发球，今天拿了2分。后排来一个，完全躲掉了对方的拦网了。面对3个人的拦网啊，林文还是有办法找到这个出手的点。这边用吊球，哇！怡轩救起来之后，来看这一波的进攻，金华被守住，中线一起，结果面对可慧的防守呢，没有办法突破。我来看一下，哇！刚刚怡轩这个救球是能够拿下分数的关键啊！要先有这颗救球，才有后面的 monster block。这次的快攻有了，中线再把分数给要回去。阿宝的进攻没有问题。是台中山建球替补11号下25号张轩胜。再把张轩给调上来，一起下去休息。看一下，毕军利用中间手的一个掩护可以看到他在整个攻击启动之前，他是躲在中间手玉文的后面哦，去做一个让中间手帮他做一个掩护，然后再从中间窜出来由内向外来做这个进攻。没办法了，这球没过。目前10比17。哇，这个快攻啊，已经在空中等了。好，陈杰这时候上来接替可慧。阿宝发球，没接好，中间的机会再来，好，所以今天的接发球，台北金华到了第2局中后段还是有问题。是，那其实接到位的话，其实也是有点接得太平太重了让举球员不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很舒适的位置上去做举球的喊送。
最近5分呢，新北中先生拿了3分啊，所以目前在比分还是19比10啊，拥有比较大的优势。那台北金华已经喊掉2次的暂停。通常我们在接发球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这时候在4号位置修正攻送球的品质，跟4号位置做进攻的主攻手，他们就必须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责任。好，在接发球状况不好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先把修正球的品质我们送高送稳。那主攻手这个时候就要去展现出他身为主攻手该有的那样子进攻的那种霸气。OK， 好来了。太急了，可惜。两队的后排啊，最后产生了失误。结果在第2局，双方的差距越拉越开。我们看看这个贝菲啊，最后是落在了界内啊。想要打一个斜线小角，不过中线手江斯波是已经有去观察到，而且也有上去做这个补篮的动作。真的没有好的一传啊！真的打起来很辛苦啊，台北金华。对，而且可以看到，在整个从接球第1拍开始到举球都是非常的急迫，那造成说主攻手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去把整个助跑、起跳、攻身去做完整。哇，很少看到台北金华陷入这么大的危机啊！中前又有机会。垫高之后，直接扛，又被守住。哇，最后是落在界内。哇，宜轩放掉，但是这一球，司宪元认为是在界内。23比10啊！好，这一球他就要在界外了。直接压一个，被守住。来看金华的这一波，吊球没有，斜线还是拿下了分数。哇，黎文今天得分的把握度非常的高啊！是哇，学姐跳出来示范给大家看。尤其就是在他们今天整个发球破坏之后，再加上他们去发挥他们拦网上面的优势，那球再回来之后呛死蹦，那对于吕日怀的选手，他在整个进攻上面就相当的得心应手，而且越打越开，然后说越打越嗨，然后开始有手感发烫的感觉。没错。好，那现在把林真给换上来，那现在是新北中先的局点了。当然在第2局对于中线来讲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又是接发球不理想，那是新北中先的强斯堡。吊球还是拿下了分数，所以在第2局，我们看到新北中先呢以非常大的差距25比11收下，现在是2比0，绝对领先了台北金华。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
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欢迎再回到金华跟中仙之战，双方在第2组的极大的落差，最终是由中仙25比11拿下。在整个攻击率，金华居然只有16%，整局只拿了11分了。包括在网络上的这些球迷朋友都说，没有看过这样的金华。那一如你来
分析一下金华到底怎么了，居然在整个不管是进攻防守部分呢，好像都失去了他们应该的水准。其实我想今天是两队第一次的交手，那当然我想对于金华来说，两队一定都是想要抢下这个胜利，但是就如同刚刚我们在前一局说的，他们现在金华现在在接发球上面是遇到了蛮大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进而影响到举球员的喊送。那我觉得攻击手其实在第2局我们看起来他不是没有攻击的机会，但是攻击的时候反而是自己的失误，产生了很多自己的失误哦。那我觉得在整个这一局开始，当然首要还是要先解决接发球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攻击手，尤其是主攻群，他自己必须要意识到，今天接发球状况不稳定的时候，他自己在处理不好的球，他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技术？那要更打得更有耐心一点。我跟你磨2波3波都没有关系，但是自己失误的话，就会非常伤士气。中间守住，来看这一波的进攻，还有金华要展现他们的韧性才行啊！达运垫高，再交给黎文的斜线，还是手起。中间的枪 spot， 阿宝今天的快攻把握度哦，非常的好啊！阿宝比了一个大拇指啊，这个搭配天衣无缝。2比1。做给达瑞多一个，还有后排的进攻长了。一起的发球，目前3比1。又是没有好的接发。黎文，第2次啊，还是被金华给守住。哇！但是现在的金华真的很反常，没错，真的没有看过这样的金华。这种状况真的不太会发生在这个实际的比赛当中。哇！居然大家都看着球，结果落地了。在落后2局的情况之下呢，到了第3局，台北金华的前5分又只拿1分啊！各项数据我们看到，台北金华都是远远落后给新北中鲜呢。当然对于金华来讲啊，如果今天这一场比赛没有机会拿下，但是不要忘了他们是 back to back， 等于是明天还要再打。你今天即使赢不了，但是你不能输掉士气。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整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是往前推进的。那其实如果有达成教练下达的战术跟指令跟目标，但是输了比赛也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结果。对。哇，在界外。5比1，哇，发短的，结果没过。这时候再把张轩换上来，一起再去休息。11号下25号张轩上。这次做给黎文打点，被拦住。金华再一波，展现韧性。哇！
被扣死啊！是黎文跟阿宝。是啊，两位其实黎文跟阿宝呢，两位都是在拦网上非常有经验的哦。那像这一颗球又是比较短又比较靠网，那如果是选择这种硬打的方式，那对于两位学姐来说，拦网上真的就相当的容易。那两位都是中间当中啊比较有经验的球员。是。今天的金牌怎么了？爬过去。攻守两端呢，目前新北中心呢都已经来到士气的最顶点了。就可以看到中间这边呢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在网上可以拦网的机会，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看到最近的5分呢，台北中线又打出了一波4比1哦，所以现在的分数呢扩大来到了8比2。小吴教练当然要赶快的给球员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明天两队要再进行1次的交手。哦，总算陈杰希望能够改变一下球队的氛围。是。好，守住就有机会。来看这一波的进攻，长了。好，这时候金华提出挑战。场边梦话风轻。另外2位专业的球评陪着我们到最后，来看一下这一球确实是过长，台北金华挑战失败。刚慢动作其实可以看到何英在打这颗球的时候是有点挤到的他起跳的时候，他整个攻击点是在整个头顶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能够缩腹去做这个球下压的动作。那尤其他又是尤其是要打这种平快球，他跟球之间的距离、起跳的点跟球之间的距离就必须要抓得非常准确。黎文今天拿了13分现在好像金华怎么做都不对。是不是在整个暗号上面好像是不够明确就是我们在整个比赛场上最怕的就是犹豫不决跟不清楚的暗号。好球。是，那这颗球就可以看到何云他做的调整，他把球放在前面，然后追击进去，他才有办法去做下扣的动作。
背飞，来一个。从前再做一次给 Jasper。现在中山请求替补25号下11号张启生。一起再上来，张轩下来休息。谭瑞的发球，哇，可惜李文这球没办法垫高。可慧的发球5比11。一起的吊球，没办法了，救不起来。Jasper 今天也拿了10分了。越锤啊，信心度越强。是，现在在第3局，在整个接发球上面哦，有慢慢改善了。不过改善的这个程度，并不是说非常的快速啊。这球也没掉到好的位置，一起这次的进攻，金华守住，快攻来一颗，但是有摸到。目前6比13，还有一段差距。丽蓉的发球。好，没接好，8包没吃到。某牌来一个长了，还是被挤到了哈。今天的横云啊，然后以及这个横云，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手呢，在整个起跳跟球的位置，今天都抓的不是非常好。好，那场边台北精华提出挑战。对于金华来讲啊，今天真的很不顺啊，无论攻守啊，包括最重要的接发球。那当然，中线的球迷但现在是很开心啊，因为球队是处于2比0的绝对领先，而且在第3局又稍微拉开比分。当然，黎文也会是今天如果中线能够获胜的大功臣之一啦。不过现在比赛在第3局还有一半啊，对金华来讲啊，千万不能放弃。是，但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对于金华来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今天现在在场上的2位主攻呢，横云跟梁代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能够去成长的经验，应该说是经验，就是遇到有经验的学姐会拦网的队伍会拦网的对手的时候，那他应该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的，他必须要透过不管是失败经验也好，还是成功的经验也好，都是要去透过这一些好跟坏的经验不断的堆叠起来。这球守得精彩，垫高。黎文进攻也被金华给守住，吊球后面卡瓦，好球。黎文再做长线的攻击，哇！今天呢、怎么打怎么有。我们看到何玉满真的也拼了。天如发球，15比6，好短，这球过网。梁代今天在得分上面呢、但没有办法跟他在开季前面这么好的表现，目前只拿了3分。
阿宝今天的快攻，1球1分啊！那也必须说，中签今天他们整个，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他们的攻击非常好，但回推回来也是因为他们有非常稳定的接发球跟非常好的防守。那在这个部分呢，其实秦荣就是在他们整个队伍，他们队上呢，在整个后区啊，是对非常让人安心的一个角色。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各司其职，而且都做出该有的水准。没错，那这个就是排球运动中，你必须每一个人要把自己位置的责任都给做好。这一局又来到了双位数的差距了，一起的发球。还是有破坏力啊！哇，阿宝直接让阿宝吃掉了。那一期呢，也在经过1年的洗礼之后，可以看到他今年更稳重、更成熟，然后他在整个攻击的磅数上也比去年更重了。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现在在看他打球的时候，可以看到他脸上多了很多的笑容，比较放得开。是是是。哦，这一颗打得聪明啊，陈杰。那相对于陈杰呢，陈杰在对上中是学姐，那她整个攻击的手段在跟2位学妹比较起来，就可以发现她在整个攻击的稳定性啊，跟手段上，就在整个目前的状况中，在场中就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哇，李文这一球还是让对手接喷掉了，19比8。阿宝的发球，保住掩护，好球，落在界内。何云拿下了分数。好，没接好。哇，不过达瑞的修正攻啊，还是把分数给要回来。中前守住了第一波的攻势，再交给达瑞。被挡回来，还有一起后排，长了。好，长篇提出了挑战，西北中先。镜头带到了志平主播身上。好，来看一下重播的镜头。好，中间挑战失败。何云发球，好，这一球 no in。这是今天黎文的在进攻上面少数的失误啊。哇，在界内好球！哦，所以我们看到新北中先呢，虽然目前还有8分的领先啊，不过张教练呢非常谨慎啊，还是喊出了暂停。
因为有时候选手的专注力一旦跑掉的话，哇，这个分数是会在短时间之内3分、4分，甚至5分、6分，一眨眼就过去，都是非常有可能，在过去都是有发生过的。所以对于教练来说，能够3局赢，千万不能打4局。是，而且我想，当然，张教练还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很资深的教练，他对于他的选手，我想也是非常的了解。对，所以一定是知道说，哎，可能选手稍微有点晃神的时候，就专注度跑掉了，对，稍微再拉回来，就要赶快抓回来。是。那其实有时候暂停下来，也不是说特定要去下达什么样的战略跟策略，就只是单纯的让选手可能，稍微让他们缓一下，把整个专注力再重新拉回来。因为今天以新北中线的状态真的非常好啊，其实也不用再给太多的想法。好，达瑞，金华守住，再看这一波后排来一个，好，黎文垫高，好。只能过渡过去，这是金华的 chance ball， 来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背飞，还有中线的防守一起软攻，但是 no in。啊，可惜这个力道放得太轻了，再提出挑战啊，中线。好，新北中先挑战失败。彭云的发球13比20。哦，这一次被可慧给拦住了。Darin 这一颗球在出手上面是有点太过顺手了哈，没有去做一个手腕上面的一个改变。好，这时候把林正给换上来，做一些调整啊。黎文也下来休息，那孟娟也上来，那田如下去休息。又是金华的机会，快攻！哦，这一球打得非常霸气啊，可慧。哦，金华慢慢回来喽。是可慧在这个时候呢，身为队上的学姐啊，也是主要的攻击手，在这个时候也适时的跳出来了。好，剩下5分差了。最多来到双位数的分差，现在剩下5分，还大有可为啊。单球举球，哇，好球！就给加斯莫，换上来的举球员是云珍哦。发球出去，好运。一起，好，打了 touch out， 再拿1分回来，22比16。
好的斜线进攻呢，还是突破了中线的防线，找到洞。哎，没接好，好，只能过渡。来看一下台北金华机会球，做时间差，被守住之后一起，来看一下一起。一起这几颗球都打得非常聪明哦，他不选择强打，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的身高是有足够的优势的。那他看到手之后呢，他就选择平打，然后打远打他只要这样的一个手法来作为得分的手段。是，好，再把平如跟黎文给换上来，希望能够顺利的关门。23比17。哇，又守住！来看这一波的进攻，还有哇，启宏漂亮的卡吧，黎文的进攻出界，哇，中间的士气又来到顶点了。这一波的攻守啊，台北金华已经拼命的要找机会了，不过中线啊完全不给。是这几波都是靠着这种长远线的他只要来做得分。来看一下学姐没有问题，最后1分就在他的手上结束，所以在第3局，最终新北中仙还是以25比17收下，最终是3比0由中仙击败了台北金华，也是双方这个赛季的第1次交手。但是别忘了，明天2队还要在同一时间交手。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赛后访问。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在今天赛后，我们场边访问到的是黎文跟阿宝。那阿宝先讲好了，阿宝看一下今天的状况真的很好啊。那基本上跟举球员之间的搭配，只要给你都能够把握住。来谈一下你们今天在赛前或者是在过去勤搜对于台北精华是不是也做了很详细的研究，才能在今天打出这么漂亮的内容？对，其实我们在这一整个礼拜都针对精华的一些战术啊，还有他们的站位都有去做模拟，还有去做针对性的一些练习。对，所以才可以打。就是比较顺畅一点这样。应该赛前也没有料到说会3-0，而且好像每一局的比分都还蛮悬殊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整队整体的状况其实都很起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落掉的。就算可能偶尔会有点小乱流，但还是大家都是会互相帮忙，然后帮助他，然后整个好好的轮过去。那你觉得今天球队做最好的部分在哪边？我觉得是整个来回波的连结吧，因为我其实。就是有觉得来回波多波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为了想得分就失误，但是今天来回波几乎就是我们能够把握住这样子。没错。然后包括我们来回波的时候，把整个大家的补位其实都对，好像打不死啊。台北精华怎么打，你们都守得住。对，就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做得很好的地方，大家都有专注在这个场下。OK， 那来访问一下黎文啊，当然黎文是队上很资深的球员，那今年。回到中线嘛，那今天打出这么漂亮的球，那包括刚在场下也一直听你在提醒学妹，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即使好像有点分差，还是不能放松，是不是这一点你一直在带着全队在往胜利来迈进？其实应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带着全队，我们觉得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问题比较多的是在领先的时候如何去把握这个领先，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只是希望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尽量避免再发生同样的问题，不要让自己的球队打那么辛苦。这样子，对，那当然今天整体来说，不论攻守，感觉都比精华来的更好一点点，但明天还要再打一场，所以会不会把这个士气好好给凝结下来，明天能够面对精华取得2连胜？希望就是今天，因为我们打最后一场嘛，然后大家都可以好好休息、吃个饭，然后再准备明天的比赛。是，那今天我觉得做比较好的地方是在大家都有跟球跟到
结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赞赏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球队来说，大家都是等到球落地之后，我们才有一个去讨论或者是结束眼神上面的那个焦距，应该说是聚焦，对，聚焦在这颗球上，很专注。因为其实到了第3局中间有一点点小乱流，那我记得教练喊了一个暂停，是不是只是把大家把那个专注度再叫回来？其实也没有叫太多。对，其实应该说今天在练习上面的部分，其实都做得算还蛮不错。在我们针对他们的练习，因为他们都是他们整支球队都是一个还蛮值得需要去花一点时间的球队。毕竟这个都传统的强队，你们也是啊。所以其实赛前不管我跟这个赛评都认为说，可能会很焦灼，打4局5局都有可能。没想到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差，这点你有想到吗？会是一个感觉今天赢的相对比较轻松。我觉得应该算是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话，那在后续怎么样的结果，就是交给老天爷。对，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不好，然后并不是说今天对手怎么样，也有可能就是在我们今天的失误控制比较少一点，在跟金华球队比起来的话，我们的失误就是有控制在应该的范围内，应该蛮好的吧？因为看数据，今天的状态真的很好。对，可是希望可以维持啊，就是我觉得既然这个比赛已经过了，就是过了就过了，我们还有明天的比赛要做准备。那今天是一个很不错的内容，但也有东西是需要再检讨的。是，好，那恭喜中仙今天是赢得非常的漂亮，也希望你们明天能够打出精彩的好球。那我们先把镜头呢再回给 You。好，首先恭喜中仙呢，今天3比0呢打了一场非常精彩而且流畅的好球。那我们可以看到中仙这边呢，在整个后排的部分呢，有祁荣啊，他在后排稳定局面，不管是在接发球跟防守上，今天的整个接发球的到位率还有防守的成功率都做得非常好。那相对的呢，也让中国人签他们在整个进攻方面呢是多点开花哦。除了主攻群，还有2位快攻手都有非常好的表现。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旅日球员老大姐黎文，他在旅日回来之后呢，在队上呢产生了非常好的化学效应，不管是在球场上面的喊声，还有稳定军心，都可以看到，在今年的赛季呢，带给整个中国人圈非常大的一个加分。是，那当然，刚黎文最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提出他的经验，就是说今天赢了，开心一个晚上就好。是，明天其实要面对台北精华另一波挑战。我相信以台北精华这么有实力、有经验的一个教练团的带领，其实我想跌升反弹，或者是回去赶快做一些调整。明天的这个中心要在这么轻松的击败台北精华，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是，那我觉得对于精华而言，虽然他们今天我们比较明显看到是他们在接发球的状况是比较不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2位比较年轻的主攻像梁代跟恒云，因为2队今天是第一次交手，那他们在接发球状况不好的情况之下，又面对到对面前排的篮网者是有经验又有高度的，那这个就是2位比较年轻的主攻，他们必须接下来自己要下定决心，他必须要去调整跟改变的一个课题。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件好事。那这个关只要过了，就一定可以看到他们在球场上会有很大的进化跟改变。对，当然对于台北精华球迷来讲，也不用太失望，因为刚刚在第3局的后半段，其实精华也打出了一波高潮。那我相信只要能够维持这样的状态，明天跟新北中仙呢在进行这个 rematch， 我相信台北精华是有机会从新北中仙把这一场胜利给拿回来的。没错，运动员精神就是胜不骄，败不馁。对，任何的赛事都有任何的可能，所以一夜休息过后，我们相信明天的比赛一定可以看到金华这边的球员可以有更好的调整。是的，那当然在明天呢，12月8号，我们持续在彰化师大的体育馆有3场精彩比赛。下午的1点钟呢，美津浓要对上盐庄，而下午的3点钟呢，彰化三大有限在主场要来面对桃园台湾产险。那压轴的部分呢，新北中仙则是要面对台北精华，连续2天的2连战。好的，那在今天我们最后一场呢，由新北中仙跟台北精华之战呢，最终恭喜新北中仙以3比0击败了台北精华，也收下了本季双方对战的第1场胜利。那我们总部工作呢，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李秉敬，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陈一如，祝你顺心，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气派再会了，拜拜，拜拜。